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a， 现在是2周发一次这个 YT。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出道就很厉害的人，出道就达到巅峰的人，不晓得是运气太好，还是上辈子这个积了什么阴德这样子，这个一出道就是巅峰了。这是让人还是很想要分享一下，来看看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出道，怎么样然后让人家青睐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就来分享几个出道即巅峰的艺术家。第一个就是现在超红的，这1-2年非常火热的。第一个就是 Lucy Ball， 我好喜欢讲她的名字哦。Ball 就是她的名字会爆的这个感觉这样子哈。她是出生在纽约的艺术家。他毕业于芝加哥的艺术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哦，以后就是大家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尤其是美国或是英国，很多的画廊啊都很喜欢找芝加哥艺术学院毕业的，就是大家仔细留意看看，就是有这个迹象哦，哈，就是很多画廊会偏好这个学校毕业的毕业生，我有发现呐，那以后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就是也可以再跟我分享。那他为什么会突然爆红呢？是在去年秋拍的时候，拍到了2379462元美金，等于是说这不景气的这2年啊，算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就是都注意到他了，他就是变成一颗非常闪亮的星星。当然他的作品也是票房的保证。那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勤奋的。那这位 Lucy Ball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勤奋的一个艺术家，他一天至少要画到13个小时的画。他说呢，他如果一天呢没有工作，没有画到某一个时数，或是他今天都没有画画，他觉得他的内心啊是会那种内疚。所以呢，就是你要思考看看，你够努力吗？你是不是有比他努力？他一天都会画到13个小时，不画画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内疚跟自责。你有吗？我会内疚，我没有认真创作的话，我就是会蛮内疚的。但是我就是之后，就是如果展览比较近的时候，就会赶快去弥补，我就会赶快把那个时数赶快补起来，这样子。但是他是说他是平均，他每日都是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蛮自律的。所以艺术家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自律。那他的风格呢，你会感觉他的风格是相当的迷幻。为什么会是一个出道几百万的艺术家呢？除了拍卖高价之外呢，一定还要有被多重要典藏的单位，比如说龙美术馆，或者是哥伦布艺术博物馆，或者是纽约啊，或者在法国。那非常善用幻觉处理，就是他的这个幻象处理，让你好像感觉说，走入了一种迷幻森林啊，或者是非常奇幻的这种宇宙的这种感觉。这个画面就是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冥想，或者是进入到他这种无限循环的这个画面里面。那它色彩是用的就是非常的丰富，这个技法就是不断的重叠跟刮除，再去覆盖它。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这个画呢，都是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纹理跟肌理还是存在的。Lucy Ball 啊，他形容他的生活，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与世隔绝的。那你要想想看，他这么一个自律的一个艺术家，他算是一个非常典型，就是不擅长跟人家交际的一个艺术家这样子。创作需要一个状态，然后需要他的一个节奏。因为你这样子，你的专心度要够，你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你的这个画作里面，你所要呈现的这个情感跟表达这样子。第2位出道即巅峰的艺术家就是劳伦·奎恩。劳伦·奎恩呢，也是一个美女艺术家。其实呢，今天介绍的出道即巅峰的艺术家，我真的都蛮喜欢的。你看了，我会觉得说90后的人都很年轻嘛，所以这个90后啊，其实也是这个当代，就是我怎么看这些艺术家哈，我是觉得说这些90后啊，是主宰未来10年后的当代市场，就是未来的当代市场跟走向，就是以投资标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这个就是像我们10年前我们一直在讲的80后，然后之前20年前的70后的这种新锐，这种新兴艺术家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每10年就是一个替换。应该说每10年呢，就算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大转动啊。所以有时候那个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当代艺术好像
怎么让人家看不太清楚呢？就是我会建议，就是你多去看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拍卖，那它这个主流市场呢，就是慢慢的就是会帮你抽丝剥茧，就是说，你该投资谁，或者说，你该看好谁，或者是说，我们不走投资了，怎样去看懂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个走向跟趋势。那劳伦奎恩呢，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会有那种充满破坏感的画面，然后有非常多管状的这些画面，或是线条切过的这种感觉。这2年比较新的一些画作，就是有那种光电感的东西，就是好像会快速流动这样子。刚开始最早期，它是在这个生物上面找寻到一些灵感，或者是一些思索，因为这些东西呀，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繁衍，然后甚至瓦解的这种物质很难懂，对吗？白话文就是说，例如说他看到一块肉，那他就会觉得说，这块肉是从新鲜到腐坏的这个感觉。因为我都是用白话文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要白话文来解释说这个灵感是怎么去出现的。那它的画面其实是出现了非常多丰富的元素，例如说可能来自布有编织的东西，那它就会去深入到它这个物质里面，或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肉块，新鲜的肉块或是腐烂的肉块，甚至烟蒂，它都是可以成为它的一些灵感的。所以他的这个思想跟想法有一种 AI 小宇宙，然后就是会有这种电，他自己就看到东西啊，他就自己会通电，有很多的这种想法这样子，包括流血，包括血液呀，包括细菌等等，这就是他很有兴趣探讨的东西。当然也包括冰冻的肉块，很神奇，对不对？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呀，一打开冰箱，他就是看到灵感，他就可以开始有很多的这种抽象的画面，这样觉得真的是还蛮厉害的。你会看到劳伦奎恩呢，他的作品其实有蛮多光电或者是立体的这种色块，甚至比较长条性的，跟他的雕塑背景也有很大关系。其实他有非常深厚的素描基础，还有人物画像的一些基础，所以他会把这些运用在他的这个色块里面。他第一次的个展就是在蓝筹画廊、佩斯画廊，也是一炮而红。对自我的期许就是说，他会希望他80岁的时候还能够继续画下去。其实也有很多素人艺术家，他是从80才开始，到80的时候我们也不在了。那我们就期待这支影片来见证，然后他可以画到80岁的一些转变，还蛮有一些期待性的。真的不要讲80岁，可能就是10年后吧。10年后的转变到底是怎么样？我在预测这个艺术家，他可能未来也可能会走一些雕塑类的东西，甚至蛮大型雕塑类的东西。他本身也是念了雕塑学院，他后来才去念这个耶鲁大学的艺术硕士。分享第3位，1990出生的 Jade Fado Giudimi。翡翠法兰朱蒂米，他是非常喜欢日本文化的，在作画的时候都会放那种很吵的这种音乐，让自己就是感觉就是很有这个律动感，就是在画面的时候就会感觉动起来的感觉这样子哦。那当然他也是非常喜欢电子游戏，非常就是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家，打游戏呀、音乐啊、电子乐啊，他都非常的熟悉跟拿手跟喜欢。那他呢，其实是在2021年的秋拍呢就旗开得胜，所以已经很多人就知道他了，就非常的顺遂，那成为了就是当代的当红炸子鸡。这个当代艺术市场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例如说非裔或者是黑人，然后或者是你是移民，是你的身份特别的敏感，加上你的画作非常的有可塑性，只要你的身份比较敏感，那这个容易受到这个蓝筹画廊的注意哦。你只要够认真呢，你就可能很容易就是取得比较多惊人的成绩。那她是一个奈及利亚后裔的英国女性艺术家，所以呢，她其实是一个英国人，但她身上有奈及利亚的血统哦。那她的作品呢，已经受到非常多的博物馆的一个典藏，包括就是泰德现代的美术馆。他是2022年的时候，就是成为高古轩最重要的代理艺术家。年纪轻轻呢，就在这个当代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非常高的声望。
Jad Fado Judamai，他的作品特色也是抽象化，作品的辨识度也是非常的强。那他作品就是比较鲜艳，然后层次非常多。主要就是在探索他的身份，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他其实身份是比较敏感嘛，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他都是一直在探讨自己的身份。这样子的一个题材跟这样子的一个探讨，其实是在当代艺术其实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然后他也是探索我们现在当代人的一些生活，男女之间的一些复杂性。画法呢，其实是没有经过勾勒啊、构图啊，那它都是比较直觉，然后再去做修改这样子，然后都是比较自然驱动式的一个方式。然后他不喜欢打稿，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跟人一样，非常的随性，非常非常的有个性、有特色这样子。里面呢，就是最大特色就是你会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表现力非常的强。那近期这1-2年的作品呢，也是会以植物为主，就是把植物、风景啊都抽象掉了，所以他的作品那个动态感非常的强，就是风景啊、植物啊这样子，真的是来势汹汹。他的巅峰呢非常可怕，他在竞拍6分钟抢标之后呢，以198万美元售出哦，他创下了自己的纪录，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哦。所以算给你听哦，他是2017年毕业哦，然后他2020年就已经进入了2级市场哦。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艺术家，70-80岁的时候他才进入2级市场他这样子18、19、20。他这样子3年，他这样毕业3年后，他就进入2级市场那真的是出道即巅峰，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是运气好吗？还是真的是一个闪亮的黑珍珠？我想也是要很强大的贵人运吧，也是要很强大的运气呀。那再来呢，第4位要介绍一个亚洲的面孔，不然都讲西方脸孔啊。再来要分享的是李黑弟，其实我也蛮喜欢他的。他下礼拜在香港的画廊有一个个展，李黑弟。那李黑弟呢，他是97年，其实李黑弟也是出道即巅峰，他其实比前面的我们刚讲的那些女孩子都还要年轻，因为他是1997年出生的，快要2000了，天哪，有够小的，还没30，他是1997年出生呢，出生在沈阳。李黑弟应该是很多我们台湾人会认识，就是收藏界的很多就是对他有一点熟悉，甚至应该有一些人也有收过他的作品，或者是收不起太贵了。在香港苏富比以139.7万港币成交，李黑弟近期成为佩兹画廊代理的最年轻艺术家。他的作品有点那种闪亮发光或者是星星的感觉。他虽然是出生在沈阳嘛，可是他15岁的时候他就到美国去念书了。在他作品里面呢，他其实是想要探讨人类的欲望，还有关于性别，还有就是他情感的一些经历，然后甚至有一些流行的一些文化。那他有很多都是在隐喻他的情感，有时候他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或是看了一本书，那他就会很有感的，他就会放在这个作品里面，这也是他的一些灵感这样子。很多的作品每一张要讲的东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作品里面的一个表达有时候你看到这种亮亮的东西，其实他是在表现这个水，因为他说他对这个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着迷跟迷恋的。他会说你看那个水，你看有倒影啊，有波纹，还有水面底下感觉有时候会藏着这个暗流，那上面看似都是很平静的那他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呢，就是在讲人类的欲望，有一些人性的一些欲望表现，就是有的人就是让你看不出来啦，然后他其实内心戏是非常多的。可是我在想，他这么小15岁就到美国，应该是又是一个亚洲女孩子的身份嘛，我相信他应该受到了很多文化的这种冲击跟冲突，所以他就是会透过这个画笔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说他的这个抽象啊，就会跟很多的这种欧洲跟很多西方的这个抽象的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就是我看他的作品大概有2年了，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蛮多浓浓的东方色彩的。看他的这个作品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东方哲学的一些隐喻啊，
就是东方的色彩其实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这是一个还蛮不简单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如果说有很多人出过国的女生，应该就知道，就是说这么小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冲击，很多文化的不一样嘛，那你一定内心一定会有很多的怀疑，或者是说压抑的这个状态。还有你怎样去对这个文化的质疑跟文化的这个适应，相信他都是一直在转换这些他面临过的这些因素、这些物质，他如何就是释放到他的这个画作里面，然后最后让他中西相融。这所以真的是一个女孩子，至今有这么大的成就是不容易的，但是也是很期待啦，就是说她10年后或是20年后。他会不会跌落神坛？这我们就是不知道。但是目前真的是出道就极巅峰，现在还没28哎。好，今天已经分享完，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讲了出道即巅峰的艺术家，他们画的全部都是抽象哎。但是这个讯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哦。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新一代的人都在画抽象画？是不是有某一种的讯号？那也期待我们台湾有那种非常优秀的抽象艺术家。其实要画好抽象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就是不是你撇一撇你就是抽象。抽象要画得好，真的是要懂很多很多的东西表现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文化、很多的这个研究在里面的。你喜欢哪一位呢？欢迎你留言哦。我们下次见，拜拜。Thank you.